话说这大清朝的紫禁城，在那红墙碧瓦之下，打眼一瞧是庄严神圣。可您若是把这层金粉给刮下来，里头全是算计，满地都是吃人的眼。咱们今天这书就得从那一场名为选秀的超级面试说起。您各位咂摸，这一批批送进宫的姑娘，那可是从全国海选出来的尖子生，搁到现在，那就是名牌大学毕业，履历金光闪闪的职场管培生。在那大殿之上，皇上和太后坐在上头，眼神跟钩子似的，要把这些姑娘的五脏六腑都给看穿了。在这人精堆里，有一个小种，打一露面就显得跟旁人不是一个画风。这位种就是咱们今天要细说的那位方纯义，也就是后来的纯常在。您各位且看，当别的姑娘都在那儿低眉顺眼，为了显出端庄大方，恨不得把腰拧断的时候，这位方姑娘在想什么？她那双圆溜溜的眼睛，没盯着皇上的龙袍，也没盯着太后的凤冠，她那眼神啊，时不时的就往旁边那摆着的几盘子点心上溜达。这时候的她才刚满14岁。您说14岁懂什么？在咱们现在看来，那是上初中的年纪，还得爸妈催着写作业呢。可在那年头，在那大染缸里，14岁要是真的一门心思只想吃，那他可活不到这选秀的最后一轮。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破的第一层局，纯儿的贪吃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他在迈进这修罗场之前给自己焊死的一张免死面具？书说到这儿，咱得把这画面给您拉近了。在那深不见底的长街上，新进宫的小主们诚惶诚恐，连落脚都不敢带响儿，生怕惊了哪位路过的神仙。可您瞧纯儿，他那小手里头总是不干不净的，要么攥着个油乎乎的糟鹅掌，要么捧着个粘牙的芸豆卷。您各位细品，这其实就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降维打击。在职场里，如果你表现得精明强干，像甄嬛那样，那是还没入职就被各路高管盯上了，觉得你是潜在的威胁。如果你像安陵容那样，满脸写着自卑和算计，那别人一眼就能看穿你的软肋。可纯儿呢？他给自己立了一个职场巨婴的人设，他让所有人都觉得这孩子还没断奶呢，他满脑子除了甜的就是咸的，他能有什么坏心眼？他能威胁到谁的利益？您再看那细节，他吃点心的时候，那指尖上总带着点油星子，嘴边上挂着点碎屑，笑起来眼睛弯成个缝，像极了邻居家那个贪嘴的小表妹。这就是咱们说的环境渲染。在这压抑的让人窒息的皇宫里，人人都戴着假面具，人人都像是在这职场里熬了10几年的老油条，突然钻出来这么一个只会吃只会笑的傻白甜，皇上瞧见了能不觉得新鲜吗？这就好比一个整天对着 PPT 和报表的老板，突然看到办公室里有个实习生正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啃红薯，那一刻老板心里的那根弦是松的，他会觉得这个小丫头是这宫里唯一的针，是唯一的净土。可您各位若是真觉得他这只是本色出演，那您可就太小瞧这深宫里的教育了。咱们得拆解一下他的心理。这纯儿进宫后的头几年，那是正赶上华妃如日中天，皇后阴沉似水的时候。新来的小主们，死的死，疯的疯，被赏1丈红的，被推进井里的，那是家常便饭。在这动辄就要丢命的试用期里，纯儿硬是靠着这招吃货大法，在自己的寝宫里猫了足足2、3年。他不争宠，不冒头，皇上不召见，他就自个儿在屋里研究哪家的饽饽更酥，哪家的奶茶更纯。这就是职场里的藏拙避祸。他心里清楚，这时候跳出来跟华妃抢男人，那纯粹是嫌命长。他得等一个能替他遮风挡雨的人出现，等一个属于他的风口。这时候他盯上了甄嬛。您看那镜头，他跑去找甄嬛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什么？是点心。
他跟甄嬛说话的内容是什么？还是点心？他说：“姐姐，你这儿的点心比我那儿的好吃。您听听，这哪是讨饭啊，这是在进行职场背景调查后的精准对接。”他知道甄嬛受宠，知道甄嬛心善，更知道甄嬛需要一个看起来没心机、能交心的伙伴。他这一通猛吃，不仅吃出了甄嬛的信任，更吃出了一张长期的饭票。在甄嬛眼里，这个妹妹是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这就是纯儿最厉害的地方，她把自己的贪吃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咱们现实生活中不也有这种人吗？那种在单位里看着迷迷糊糊，天天问这个怎么打印，那个怎么复印的糊涂虫，其实人家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表现的弱，是为了让强者放下戒备；他表现的馋，是为了让周围的人觉得他好打发。您说，谁会去防备一个连怎么吃都能钻研半天的小姑娘呢？这种心理拆解，就是教给咱们一个处事智慧，在自身实力还不够硬，外在环境还极其恶劣的时候，千万别显摆你的聪明才智。你得像纯儿一样，给自己找个人畜无害的标签，先在公司里活下来，这叫韬光养晦。可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面具戴久了，那是会跟皮肉长在一起的。纯儿在碎玉轩里，一边咬着那香喷喷的酥饼，一边听着甄嬛跟沈眉庄讨论这宫里的局势，她的眼神里难道真的只有食物吗？每当这时候，她那嚼点心的频率其实是有变化的。要是聊到要紧处，她那腮帮子动得就慢了，耳朵就竖起来了。只是大家都被她那副吃相给骗了，觉得她只是个背景板。这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一种职场间谍，他以一种极低的成本获取了最高级的信息。咱们再说这总结升华，这人世间的博弈，最高级的从来不是刀对刀、枪对枪，而是我让你觉得我根本不配做你的对手。纯儿这招以食为盾，帮他平平安安度过了最凶险的试用期。他成功的在皇上心里种下了一个纯儿最纯的种子，也在甄嬛心里扎下了一个纯儿是我亲妹子的根。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吃剩饭的小常在，而是一个随时准备爆发的原始股。可是各位看官，您别忘了，这职场里的局那是瞬息万变的。当你用一种极端的形象立足之后，你就会被这个形象所束缚。纯儿靠天真赢得了入场券，可他真的能靠天真赢到最后吗？在那看似平静的午后，在那油汪汪的指尖缝里，其实已经透出了一股子若有若无的杀气。他那张嘴，除了能吃下那五花八门的糕点，是不是还会在不经意间吞下了一些不该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通往黄泉路的催命符。您想啊，一个人如果演得太像，最后连他自己都会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纯儿每天这么吃，是真的饿吗？不，他是不得不吃，因为只有他在吃的时候，华妃才不会正眼瞧他，皇后才不会在他的药里动心思。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紧绷下的自我摧残。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是废物，别杀我。这种求生欲其实比那些明着争宠的人还要强烈100倍、1000倍。纯儿已经通过他的吃相，在这吃人的后宫里扎下了根。他像一只披着羊皮的小狼，在这个由老虎、狮子和狐狸组成的森林里，找到了一个最舒适的趴卧位置。可接下来的路，可就不是几块点心就能打发的了。当这位吃货小主开始不满足于只待在自己的小窝里，当他开始想要在那泼天的富贵里分一杯羹的时候，那原本护着他的面具，会不会反而成了他的索命绳？话说这大清早儿的，那西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得紫禁城的琉璃瓦咯吱作响，那声音在这空旷的长街里传开，听着就让人后脊梁骨冒凉气。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深宫里的冬天，
那可不是靠那几盆炭火就能熬过去的，那是得靠人身上的那点子热乎劲儿，更得靠那往上爬的精气神儿。咱们书接上回，讲完了纯常在是怎么用那副饭桶皮囊在宫里站稳了脚跟，今儿个咱就得聊聊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场风险投资。这搬家啊，在咱们老百姓眼里是挪个窝，可在这后宫里，这就是换个主子，换个赛道，换个活法的大事。您瞧瞧，那会儿的纯儿在那延禧宫里住的那是真憋屈。延禧宫是什么地方？离皇上的养心殿远得要命，里头住着的不是那个成天病歪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常在，就是些没宠爱、没地位的冷板凳选手。在那儿待着，就好比您在一个没前途的小外包公司里当个打杂的，天天吃的是冷饭，瞧的是冷脸，连那管事公公分下来的炭都是烟大灰多，压根儿不暖和的碎炭。纯儿是什么人？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珠子一转，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要是再这么熬下去，等那几块点心吃完了，他这辈子也就跟那残花败柳一样，在这冷宫边上烂透了。于是乎，咱们这位职场萌新就开始了他的精密筹划。他盯上了谁？就是那位刚入宫就跟皇上在御花园里荡秋千、谱曲子，把整个后宫闹得沸沸扬扬的甄嬛，甄小主。您各位细品，这时候的甄嬛在那碎玉轩里住着，虽然也是偏僻，可架不住皇上天天往那儿跑啊。那碎玉轩门口的轿夫鞋底子都快磨破了，那里的赏赐多得像流水一样。这在职场上叫什么？这叫独角兽企业，这叫即将内斯达克上市的新势力。纯儿虽然只有17岁，可他这眼光毒着呢。他知道，这时候搬过去，那不叫串门，那叫带资进组，那叫原始股认购。就在那个大冷天，纯儿抱着一个朱漆的小盒子，里头装着几根油汪汪、透着糟香味儿的鹅掌，就那么风风火火地撞进了甄嬛的屋子。您看那画面细节，纯儿这手啊，冻得通红，可他那脸上还挂着那副招牌似的傻呵呵的笑，一进门也不客气，先是把那盒子鹅掌往桌上一撂，然后顺势就拽住了甄嬛的衣角，跟个泥鳅似的在那儿使劲的晃。他嘴里嚷嚷着：“姐姐，你这儿暖和，还有好吃的，我不管，我就要跟姐姐住在一块儿。”您瞧瞧这动作，这语气，您要是那甄嬛，您能忍心把这么个软糯可爱还带着礼物上门的小妹妹往外推吗？咱得在这儿给您把这心理给拆解开了。这拽衣角、晃胳膊，这可不是小孩子闹脾气，这是职场里极其高明的亲和力测试。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迅速打破社交距离。在那种人人讲规矩、处处有隔阂的后宫里，这种近乎粗鲁的亲昵反而成了一种最稀缺的投诚。他那盒子糟鹅掌，您以为是白给的？那是投名状啊！鹅掌这种东西吃起来麻烦，得用手抓，还得慢慢啃，这是一种极其生活化、极其私密的进食行为。他送这个，就是在告诉甄嬛：姐姐，我在你面前没秘密，我想跟你当一家人。这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不就是那种小年轻进单位吗？有的新员工整天端着，见谁都客气的跟什么似的，这种人其实最难交心，领导也不敢重用。反倒是那种没事儿就给您桌上放2个自家种的苹果，或者大冷天给您带杯奶茶，进门不敲门先喊师傅的小机灵鬼，最容易招人疼。为什么？因为这种人表现出了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其实是给上位者的一种权力暗示。甄嬛当时在想什么？甄嬛那时候虽然受宠，可也是孤掌难鸣。沈眉庄被禁足了，安陵容又是个闷葫芦，她身边缺一个能说真心话、能帮着在皇上面前敲边鼓，还没什么野心的伴。纯儿这时候搬过来，
那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合伙人。可您得咂摸咂摸，纯儿为什么要舍弃原本的室友，一定要去挤那个碎玉轩？这就是咱们要说的资源整合。在延禧宫，他是众多边缘人里的一个，没人搭理；在碎玉轩，他是除了甄嬛之外唯一的常在。只要甄嬛有一口肉吃，他绝对能跟着喝上一碗浓汤。而且碎玉轩那是皇上最爱去的地方，他住在那儿，见皇上的概率比在延禧宫高了100倍都不止。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投资潜力股，还是加了杠杆的那种。他这是把自己的前途全压在了甄嬛这个业务大拿的身上。您再看那场景里的一个小动作，纯儿在甄嬛那儿吃鹅掌的时候，故意把那点油抹在了甄嬛那新做的如意段子上。甄嬛不仅没生气，还笑着骂他。这一个笑字，就是这桩买卖谈成的信号。纯儿在这一刻，正是从一个独立经纪人变成了一个团队成员。他这是在试探甄嬛的底线，也是在确认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咱们说的，在职场里，你得敢于跟领导犯点小错，你得敢于露出点小毛病，让领导觉得你可控，你真实，你离不开他。咱说到底，这世间的人情世故，其实就是一场利益的互换。纯儿搬家，明面上是看中了甄嬛的恩宠和暖和的屋子，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政治避风港。在那红墙里，如果你没有靠山，你就得像那凋零的落叶一样，被周宁海那样的人随手给扫了。纯儿这一步棋走得极险，也极妙。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需要照顾、毫无威胁的小跟班，成功的进入了后宫最核心的竞争圈子。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冰冷屋子里缩着脖子的透明人了，他已经登上了这艘名为甄嬛号的快船。总结下来，这一段戏教给咱们的是什么？是眼光和果断。当您发现原有的平台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已经开始崩坏的时候，千万别在那儿坐以待毙。您得找那个有朝气的部门，带上您最拿得出的干货，哪怕只是一盒子鹅掌，去向那位有前途的领导投诚。别怕丢面子，别怕别人说你趋炎附势。在这吃人的社会里，能活下来，能换个暖和屋子住，那才是硬道理。您各位得细品，纯儿在搬进碎玉轩的第一个晚上，躺在那个暖烘烘的炕上，听着外头呜呜的风声，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绝对不是在想那只鹅掌有多香，他在想，这第一步跨出去了，接下来怎么才能让那个高高在上的老总皇上也像甄嬛一样，觉得他这个点心妹妹是这紫禁城里最解腻的那一盘菜呢？您说，甄嬛心里难道真的没算过账吗？她看着纯儿在那儿没心没肺的啃着骨头，她难道就没看出来这丫头是在借她的风使舵？不，甄嬛看出来了。但聪明人的合作，往往就在这种看穿不拆穿的默契里。甄嬛需要纯儿这种活力来抵御这宫里的死气沉沉，而纯儿需要甄嬛的地位来延续她的吃货人生。这本就是一场双赢。可是这世上的福分啊，那是有限的。您搬进了最好的办公室，拿到了最多的资源，那也就意味着您成了别人的眼中钉。纯儿这回带资进组，是搬进了暖屋子，却也搬进了是非窝。那些躲在暗处盯着碎玉轩的冷眼，可都在算计着，怎么能把这新来的小丫头，连带着她的那盒子鹅掌，一并给扔进那冰窟窿里去。您想啊，如果您是那个原本在甄嬛身边最得力的安陵容，看着这么个新来的满嘴流油的小丫头，一下子就占了甄嬛的心尖位子，还抢了您的资源，您心里能平衡吗？那手里攥着的帕子，怕是又要搅成麻花了。这宫里的局就是这样，一环扣着一环。纯儿这一动，搅动了多少人的心气儿。咱这一段书讲到这儿，纯儿这风险投资算是初步到账了。
但接下来的日子是天天吃鹅掌，还是被人抓着手按进水缸里，那可就得看他那所谓的天真，能不能在那最凶险的时刻替他挡下那一记致命的重拳。话说这天儿是真冷啊，西北风卷着那鹅毛大雪，把紫禁城那红瓦朱墙全给盖了个严实。打远一瞧，这哪儿还是什么大清朝的权力中心，简直就是个掉进了面缸里的冷轿子。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天寒地冻的时候，谁不想在热炕头上捂着，喝口热茶，嗑2个瓜子儿？可在那拉氏皇后和华妃娘娘这些职场老将眼里，这场大雪可不是用来赏景的，那是用来杀人于无形的刀子，也是用来搏出位的台阶。咱们书接上回，讲完了纯常在是怎么用那一盒子糟鹅掌，顺丝顺滑的住进了甄嬛的碎玉轩。今儿个咱就得聊聊这小丫头最绝、最狠，也最带劲的一场职业生涯大逆袭。踏雪寻梅闯御前，借力打力巧争宠。您瞧瞧，那会儿的甄嬛正跟皇上在屋里头腻歪呢，外头是冰天雪地，屋里是地笼烧的火热，香炉里吐着淡淡的酥荷香。甄嬛正拿着那支名贵的狼毫笔，在那儿跟皇上探讨什么诗词歌赋，画面美得跟画似的。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 CEO 与核心高管的私下年度复盘。这时候，哪怕是碎玉轩的掌事大监崔槿汐，那也是屏息凝神，在大门外头守得死死的，生怕惊了圣驾。可就在这一片静谧，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响儿的时候，忽听的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嘎吱声，紧接着一个脆生生的带着点儿喘息的笑声，就这么硬生生的闯进了这暖融融的气氛里。您各位看官请一步，跟我的镜头往那门口瞧。只见门帘子猛地一掀，一股冷风卷着雪沫子就灌了进来，把那屋里的香气都给冲散了大半。来人正是纯儿，她怀里死死地抱着一捧红的滴血的梅花，那花瓣上还带着晶莹剔透的雪珠子。再瞧瞧这纯儿，脸蛋儿冻得跟那红梅一个颜色，额头上还挂着几汗珠，那齐装的下摆全湿透了，粘在腿上。她一进门也不跪也不怕，就那么傻呵呵地站在那儿，冲着皇上和甄嬛咧开嘴一乐，嚷嚷着：“姐姐快瞧，这梅花开得好，我跑了好远才摘回来的，送给姐姐和皇上清赏。”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个动作里头藏着多少机锋？在职场上，这叫越级突袭。您想啊，甄嬛正在跟大老板谈业务呢，这属于高端闭门会议，普通职员连门框都摸不着。可纯儿这招厉害在哪儿？她用了个意外当幌子，她没穿红带绿地打扮，反而弄得这一身狼狈，怀里还抱着象征高洁文人最爱的红梅。这就好比一个职场新人，在大老板开会的时候，突然蓬头垢面的闯进来，手里拿了一份刚跑断腿才弄来的紧急数据，虽然坏了规矩，但大老板第一反应绝对不是生气，而是觉得这孩子实诚，这孩子心里有公司，这孩子有股子冲劲。皇上那会儿正跟甄嬛聊得文绉绉的，心里其实多少有点审美疲劳了。这突然闯进来一个活蹦乱跳、满身冷冽之气的野丫头，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您瞧皇上那个眼神，从最开始的一皱眉，到后来的嘴角微扬，这心理拆解起来，其实就是职场里大佬的一种心理补偿。看惯了那些懂礼数、会演戏的老员工，突然看到一个真性情的下属，他会觉得这是一种降维式的放松。皇上招招手说：“纯常在，过来，让朕瞧瞧这花。”这时候，纯儿并没急着邀功，他反倒把身子往甄嬛身后藏了藏，嘴里嘟囔着：“臣妾失仪了，皇上别怪罪。”您听听，这叫以退为进。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卖点就是不成熟，
所以他要把这种不成熟演到极致。他当着皇上的面跟甄嬛嘀咕，说什么自己17岁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还提到了什么闺房之乐。这话在那时候的语境里，那可是带点颜色，带点挑逗的。一个17岁的姑娘在这儿谈论男女之事，还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这就好比一个实习生在老板面前开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荤笑话，既让老板觉得你懂事了，又觉得你还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小下属。您各位细品，这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借力打力。纯儿为什么要选在碎玉轩？为什么要借甄嬛的场子？因为他知道，凭他自己的地位，想见皇上一面比登天还难。他搬到碎玉轩，就是为了等这个雪天。他知道甄嬛受宠，知道皇上一定会来。他这不叫蹭流量，这叫借势起航。他利用甄嬛跟皇上的亲密关系，把自己强行塞进了这个亲密空间。这就映射到现实职场，很多聪明的新人会故意跟在核心领导后面干活，在领导跟大客户吃饭的时候，以送资料为名进去露个脸。只要这脸露得巧，在那大客户心里，你就不再是那个查无此人的路人甲，而是那个跟在某某总后面挺有灵气的小姑娘。可您得看这屋里的另一个人，甄嬛。甄嬛那时候虽然在笑，可那笑容背后的心理变化才是最精彩的。甄嬛是个聪明人，她能看不出纯儿这点小心思吗？她看着纯儿在那儿跟皇上打情骂俏，心里肯定咯噔一下。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带了一个徒弟，结果徒弟在你最重要的汇报会上，把你原本准备好的包袱给抢先抖了，还博得了大老板的一片叫好。甄嬛在那一刻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整天只会吃点心的妹妹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她羽翼保护的小雏鸟了，而是一个开始跟她分蛋糕的竞争者。但甄嬛大度啊，她得装啊，她不仅得陪着笑，还得帮着纯儿说话。这就是职场里的尴尬协同，你明明心里不爽，但为了维持你职场伯乐的人设，你还得给这个抢风头的新人抬轿子。这时候的皇上被纯儿这股子新鲜劲儿给勾住了，他看着纯儿那红扑扑的脸蛋，听着他那些不着调但却极具诱惑力的话，心里那根名为欲望的弦儿被轻轻拨动了。皇上说了一句：“纯常在长大了。”这一句话就是纯儿这场风险投资的敲钟时刻。长大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从预备役转为主力军了，意味着他终于拿到了那张通往龙床的直达票。这一段戏看似是纯儿的顽皮，实则是权谋的肉搏。纯儿用一束梅花，不仅试探出了皇上的喜好，还成功的在甄嬛的领地里画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这交给咱们一个职场哲理，所谓的天真，往往是最高级的武装，而所谓的意外，往往是千锤百炼的必然。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系统里，如果你按部就班的走，你可能一辈子都轮不到在大老板面前说句话。你得学会闯祸，学会在最恰当的时机，做一个让领导觉得可爱的破坏者。但您各位也得咂摸咂摸这背后的含义。纯儿这一闯，表面上是赢了，可他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在那碎玉轩的角角落落里，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别忘了，安陵容也在场。安陵容看着纯儿那风光无限的样子，看看皇上那宠溺的眼神，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绣活，他心里的那股子酸水，怕是已经能把这满院子的雪都给融化了。在职场里，你越级表现，抢占风头，不仅会让你的上司心里犯嘀咕，更会让你的平级同事对你恨之入骨。这种借力打力的副作用，就是你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纯儿的这次梅花行动，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分水岭。他不仅让皇上记住了他的美，更让皇上记住了他的真。
这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真实。在咱们生活中，这种人最可怕，他一边跟你说姐姐我什么都不懂，一边就在你最核心的客户面前把你所有的风头都给盖了过去。这叫扮猪吃虎，还是带着冰碴子和梅花香的那种。纯儿这回是真的红了，红的跟他怀里那束梅花一样扎眼。可这花开得太早太盛，往往就容易招来霜冻。您各位得想想，皇上这次记住了他，接下来的那个晚上翻的是谁的牌子？而那个曾经被冷落、被忽视，甚至被纯儿当成笑话讲给皇上听的安陵容，又会在暗地里憋着什么样的坏水儿？纯儿这一闹，这碎玉轩的姐妹情深，怕是已经裂开了一条缝。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在皇上的恩宠里得意忘形，又是怎么一句话扎碎了安陵容那颗敏感的玻璃心的？那才真叫祸从口出，人情冷暖。咱们正说到那大雪封山的紫禁城里，纯常在抱着那一怀红梅，生生的闯进了皇上跟甄嬛的温柔乡。您各位咂摸咂摸，那晚之后，这碎玉轩的门槛子怕是都要被内务府的小太监给踢烂了。为什么呀？皇上那句纯常再长大了，那就是金口玉言的你录取通知书。这小丫头终于是从那冷飕飕的后排座，一把被提拔到了总裁办的跟前儿。可这人呐，一旦这步子迈得太快，这脚底下就容易发飘。话说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午后，碎玉轩里的合欢树正抽着新芽，屋里头燃着极好闻的百合香。甄嬛正坐在炕头上，手里捏着一卷书，眉头却微微锁着。她在想什么？她在想，这宫里的风向变了，华妃虽然倒了台，可这新的波浪正一茬接一茬的往上涌。就在这时候，安陵容进门了。您各位瞧瞧这安小主，这时候的他在那后宫里就像是个透明人，皇上那儿他是排不上号的，在甄嬛跟前儿，他又总觉得自己像个寄人篱下的破落户。他手里拿着一套刚绣好的寝衣，那针脚细密的跟蛛丝似的，一针一线全是讨好，全是小心翼翼。他走到甄嬛跟前，刚想把这份诚意递上去，外头就听见一阵风似的笑声，纯儿进来了。您各位得盯紧了这儿的细节。纯儿一进来，那满屋子的气氛立马就变了。他手里捧着一碟子刚出锅的玫瑰酥，嘴里塞得鼓鼓囊囊，那油汪汪的指尖儿直接就往甄嬛那名贵的如意缎子上抹。甄嬛笑骂他没规矩，可那眼神里全是宠溺。这时候的纯儿已经不是那个在雪地里打哆嗦的小丫头了，她这身上穿的是蜀锦，头上戴的是内务府新打出来的蕾丝金凤，那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子老娘现在是红人的轻浮气。她斜眼瞧见了安陵容手里的寝衣，嘴一撇，在那儿嚷嚷开了：“哟，安姐姐又给姐姐做衣服呢。”这花样子虽然细致，可皇上昨个还跟臣妾说呢，说那些个绣工太复杂的衣裳穿着扎得慌，倒不如臣妾这身上穿的大方自然，看着就心里亮堂。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话，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降维打击加当面羞辱。安陵容是个什么人？她是靠手艺活，靠那一副好嗓子在公司里勉强混口饭吃的技术岗。她唯一的生存价值就是这份小心翼翼的勤奋。可纯儿呢？她是凭着老板喜欢我这个性格，在职场横着走的空降兵。她当着领导的面，直接否定了同事最引以为傲的劳动成果，还顺带着显摆了一把老板昨晚跟我说悄悄话了。这哪是童言无忌啊，这分明是仗着盛宠，把别人的尊严往泥里踩。您再看那微表情，安陵容在那一刻脸色瞬间白的跟那刷了粉的墙皮似的，那捏着寝衣的手指头指甲盖都勒进了肉里。可他不敢发作啊，他只能在那儿尴尬的笑着，声音都打着颤。
而纯儿呢？他压根儿没看安陵容，他正忙着往皇上赏他的那堆宝贝里翻腾，还嘴快的补了一句：“皇上说了，臣妾年纪小，不用像某些人那样成天算计着怎么讨好人，只要会吃会笑，皇上瞧着就舒心。”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中，您单位里有没有这种人？仗着老板的宠信，在那儿阴阳怪气的挤兑那些老实干活的同事。他们会说：“哎呀，看你忙得跟什么似的，我这种不怎么加班的反而被评了哟，真不好意思。”这种话比直接骂你还让人难受。咱们得深挖一下纯儿这心理。您说他真的是无心的吗？您各位都是过来人，都这岁数了，您信这紫禁城里有真傻子吗？纯儿这时候的狂，其实是一种补偿心理。他在冷板凳上坐了3年，看够了冷脸，现在一旦得了志，他就急着要确立自己的领地权。他要在甄嬛面前通过贬低安陵容来抬高自己在团队里的2把手地位。他在向所有人宣布，这岁玉轩里，我是除了姐姐之外最受宠的，你们那些靠卖力气、靠绣花唱歌的，都得靠后站。这叫恃宠而骄，更是自我迷失。他忘了，这恩宠是流动的，是这世上最靠不住的股份。书说到这儿，咱们得看看这屋里的第3个人，甄嬛。甄嬛那时候心里难道不打鼓吗？她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她看着安陵容那快要滴出水来的委屈脸，再看看纯儿那得意忘形的样，她心里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小圈子要散了。可甄嬛那时候也犯了一个职场错误，她因为对纯儿的偏爱，选择了纵容。她不但没制止纯儿的冷言冷语，反而顺着纯儿的话茬儿，把安陵容那件辛苦绣好的衣服给放到了一边。这在职场管理上叫偏袒引发的内部派系崩塌。你作为领导，如果你不能平衡好团队里的利益，让努力工作的人寒了心，那接下来的背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您各位想想，安陵容那天走出碎玉轩的时候，在那长长的阴森森的夹道里，她心里在想什么？那一阵阵冷风吹过来，把她那一点子对姐妹情的幻想全给吹散了。她那被搅碎的帕子，其实就是碎玉轩3人组破裂的预告。她会想，我辛辛苦苦为你们做事，换来的却是这种羞辱。既然这儿不留我，那我就找个能让我活得有尊严的地方。这就是纯儿这句童言无忌埋下的祸根。他不仅是刺了安陵容的心，他是亲手给甄嬛集团制造了一个最致命的敌人。咱们总结一下这段的人生哲理。老话说得好，满招损，谦受益。在职场里，你风光的时候，更要学会弯腰。尤其是面对那些处境不如你，但一直在努力的同事，你哪怕心里再得意，嘴上也得给人家留分颜面。纯儿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他把偶然的恩宠当成了永恒的实力，把别人的容忍当成了自己的本事。这种人在咱们现实生活中，往往在事业的最巅峰，也就是他摔得最狠的前兆。您再品品那纯儿的笑容，那一脸的点心渣子和那亮晶晶的眼神，在那一刻，他是真的觉得自己掌握了人生的密码。他觉得只要逗得皇上乐，只要靠着甄嬛这棵大树，他就可以在这宫里横冲直撞。可他没瞧见，那碎玉轩的墙影子里已经藏进了多少恨意。这人呐，最怕的就是在众人的捧杀中弄丢了自己的分寸感。书说至此，纯儿这一番无心之失，算是彻底把安陵容给推到了皇后的怀里，而他自己还沉浸在那闺房之乐的甜蜜里无法自拔。他觉得这宫里的水就像他吃的那碗莲子羹一样甜，可他哪知道，这水底下那些个被他得罪过的、被他羞辱过的毒蛇已经开始吐信子了。接下来的戏，那才叫风云突变。
当一个失去了警惕心的红人遇上了一群怀恨在心的毒蝎子，那场面得有多惨烈？由于这无疑是树敌，纯儿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逼到了那绝命的假山背后？话说这人情如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您各位坐稳了，咱这书可就讲到了这深宫里最让人心堵的一段。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可偏偏有那么一种恶，他不带刀子，不带脏字，他就藏在那天真烂漫的笑脸后头，像一根极细极细的钢针，扎进人的心窝子里。还没等您喊疼，那针已经断在里头，化成了一滩脓血。这时候的碎玉轩，那简直是紫禁城里的黄金办公室。甄嬛是总裁，纯儿就是那个整天在总裁身边晃悠、深受老板器重的董秘。而安陵容呢？他在那儿充其量就是个搞技术、干苦力的边缘小职员。这天日头正好，透过那雕花的窗棂子洒进屋里，碎玉轩里焚着极清雅的龙涎香。甄嬛正歪在榻上小憩，安陵容手里捧着个包袱，轻手轻脚的进来了。您瞧这安小主，那脸上的卑微都快渗到砖缝里去了。他那包袱里装的是什么？那是他熬了多少个通宵，在那昏黄的油灯底下，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寝衣。那料子是极好的如意缎，上头的绣花叫一个绝，鸳鸯戏水，针脚密的连水都泼不进。那是他想拿来讨好甄嬛，更想通过甄嬛的手，在这总公司领导皇上面前露个脸的投名状。这在咱们职场上叫什么？这叫技术骨干的越级汇报，带着诚意，带着尊严，也带着最后一丝渴求认同的卑微。可就在这当口，那没心没肺的纯儿蹦跶着进来了，嘴里照例塞着半块还没嚼烂的玫瑰酥，那点心渣子顺着嘴角往下掉。他瞧见安陵容手里的寝衣，眼睛一亮，可那眼神里不是欣赏，而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看乡下亲戚进城献宝的戏谑。他伸手就去抓那寝衣，您各位看官，您得盯着那细节瞧，纯儿那小手上还沾着玫瑰酥的猪油呢。那油汪汪的指尖就这么生生的在那洁白如雪、针脚精细的缎子上摁了一个明显的黑印儿。安陵容的心啊，在那一刻肯定咯噔一下，那是他几百个日夜的心血，就这么被一个油指头给糟蹋了。可纯儿不但没道歉，反而扑哧一声乐了，在那儿嚷嚷开了：哟，安姐姐这花样子选的可真俗，又是鸳鸯又是戏水的，皇上最不喜欢这种繁复的劲儿了。您瞧瞧，皇上昨个赏我的那件，那是雪缎，素净的跟什么似的。皇上说了，那才叫大方，那才叫深得朕心。您各位听听，这话扎心不扎心？这哪是在点评衣服，这分明是在当众打脸，是仗着自己有老板的私人通话记录，在那儿嘲讽老实干活的同事没品位。安陵容那张脸瞬间就从红变成了白，又从白变成了青，那尴尬的恨不得地上裂个缝钻进去。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在单位里，您有没有见过这种人？您辛辛苦苦写了个几万字的策划方案，还没等您给领导递过去，旁边那个老板眼前的红人斜着眼瞅一下，随口来一句：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老掉牙的数据。昨晚我跟王总吃饭的时候，王总可说了，现在的方向早就变了。这一句话就把您的所有价值都给抹杀了。这种职场巨婴最擅长的就是无意识的通过否定别人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感。咱得给您拆解一下纯儿这时候的心理深度。您说他是真的想害安陵容吗？在这一刻，可能还真没有。他是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实话实说，因为他正处在一种认知盲区里。他觉得既然皇上喜欢我，那我的审美就是标准，我的喜好就是圣旨，这就叫权力赋予的傲慢。他忘了他只是个常在，
而安陵容也是常在，大家在职级上是平等的。但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甄嬛二把手的位置上，把安陵容看成了可以随意指使、随意嘲弄的跟班。这种漫不经心的恶毒，往往比那种精心策划的阴谋更伤人，因为对方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一反击，别人就会说你小心眼、没气度，人家小姑娘懂什么，你跟她计较。这种哑巴亏，谁吃谁知道。您再看那安陵容，她低头去收那锦衣的动作，那手指头都在打颤，那原本该给甄嬛的礼物，现在成了她自取其辱的证物。甄嬛那时候在哪儿呢？甄嬛就坐在那儿，她虽然嘴上打了圆场，说了句纯儿年纪小，安妹妹别往心里去，可她没发现，她这种各打50大板的调解，其实是在助长纯儿的威风。这在职场管理里叫拉偏架。当一个领导不能给受委屈的优秀员工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而是用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去纵容那个会撒娇的宠时，这个团队的根就已经烂了。安陵容在那一刻彻底看清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碎玉轩的小圈子里，她永远是那个外人，是那个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气氛组。咱们讲到这儿，得把这人情世故往实了盘。为什么安陵容最后会倒戈？为什么他会恨毒了碎玉轩？这件锦衣就是导火索。安陵容这种出身卑微的人，把自尊看得比命都重，他所有的安全感都建立在他的有用性上。可纯儿用一种最轻蔑的方式告诉他，你的手艺没用，你的努力没用，甚至你的自尊在皇上面前就是个笑话。这种无意识树敌是纯儿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他以为他只是在显摆恩宠，其实他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他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技术流，活生生的推到了自己的死对头皇后那拉氏的阵营里。安陵容走出碎玉轩大门的时候，那背影看着多萧索。外头是灿烂的阳光，可他心里怕是正下着大雨。那一刻，他肯定在想：凭什么？凭什么我磨破了手，熬干了眼，却抵不过你一嘴的点心渣子？凭什么我这种兢兢业业的人要受这种气？一旦这种心理平衡被打破，那黑化就是分分钟的事。后来安陵容在内拉氏的教导下，用冰上的绝命一舞，用那一首催命的歌曲重新杀回管理层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报复的，恐怕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皇后，而是这个曾经当众羞辱过他的纯儿。这就叫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而纯儿这种人，是连谁是小人都分不清楚的真糊涂。咱得落在处事的分寸这4个字上。这人呐，在任何时候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给别人留个体面。纯儿这种职场巨婴，最缺的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他觉得世界是围着他转的，他的快活是建立在别人的尴尬之上的。在咱们中老年人的智慧里，这叫没家教，也叫不懂事。可在这吃人的宫廷里，不懂事就意味着你给别人递了刀子。纯儿在那儿开开心心的吃着点心的时候，殊不知安陵容已经在心里把他的名字刻在了那写着死字的木牌上了。您看这画面里的最后一点细节，纯儿在那儿炫耀完了，见安陵容不说话，他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撇了撇嘴对甄嬛说：姐姐，安姐姐怎么总是这么沉闷，一点意思都没有。您听听，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加害逻辑。我伤害了你，我还要嫌弃你被伤害后的反应不够积极阳光。这在现代职场欺凌中太常见了。纯儿这一走，屋里静得可怕，只有那被揉皱了的锦衣在那儿无声的控诉着。这不仅仅是2件衣服的较量，这是2种人生逻辑的死磕。话说这天阴晴不定，那是老天爷在给人递脸色。可这人呐，一旦到了顺风顺水的当口，往往就瞧不见脚底下的阴影了。
这时候的纯儿在那碎玉轩里住着，皇上的恩宠像蜜糖一样裹着他，甄嬛的关照像大树一样罩着他，连内务府那些个见风使舵的小太监见了他都要把腰弯到脚面上。他才17岁啊，正是那不知道愁滋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好东西都该理所当然握在手里的年纪。书接上回，碎玉轩里的那场寝衣风波，虽然面上被甄嬛给按下了，可那空气里的火药味儿压根儿就没散。就在这么个春和景明的下午，纯儿觉着屋里闷，也可能是觉得那安陵容阴沉沉的脸看着倒胃口，他一拍大腿，嚷嚷着要去放风筝。您瞧瞧，他选了一只大蝴蝶风筝，那花翅膀张开来，五彩斑斓的，在阳光底下闪着一股子没心没肺的亮光。纯儿拽着那细细的丝线，在那御花园的草坪上疯跑，银铃般的笑声传得老远。这时候的他压根儿没察觉到，这风筝线其实就是他的命弦，而这御花园的春风里正裹挟着一股子让人窒息的煞气。咱们先来渲染一下这个环境。这御花园明面上是皇家游乐场，可实际上那是这紫禁城里秘密最多的地方。假山重叠，曲径通幽，那一块块太湖石生得狰狞，像是一张张张开的嘴，随时准备吞掉点什么。纯儿放着风筝，越跑越远，越跑越偏。他身后的那个小宫女在那儿紧着喊：“小主，慢点儿，那头可快到假山后头了，那边水深，路不平。”可纯儿哪儿听得进去啊？他现在是皇上的红人，他觉得这满宫里的路都是给他修的，这满园子的井都是给他设的。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特权意识带来的防御机制失效。当你觉得自己在公司里可以横着走的时候，你往往会忽略那些最基本的红线和禁区。就在这当口，变故陡生。那风筝原本飞得好好的，忽然一阵斜风吹过来，那风筝在那半空里打了个旋儿，紧接着就听见极其细微的，却又让人心惊肉跳的啪的一声，那根拉得紧绷绷的丝线断了。纯儿手心里猛地一空，那种失去掌控的感觉，其实就是命运给他发的最后一次黄牌警告。那丝线断裂的瞬间，还顺带着在纯儿娇嫩的食指上勒出了一道细细的血痕。您各位得盯着这抹血色瞧，这哪是小伤啊，这是血光之灾的引子。可纯儿只是随手把手指头含在嘴里吮了吮，眼睛还死死盯着那只飘向假山深处的大蝴蝶。他不甘心啊，他觉得那是他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哪怕是老天爷也不行。于是这位职场萌新犯了他这辈子最致命的一个错误，他不仅没有在红线面前止步，反而选择了越界追索。他撇下了那个气喘吁吁的宫女，一个人提着裙摆，一头扎进了那幽深阴森的假山丛里。这时候的御花园，阳光忽然被那些狰狞的石头给挡住了，周遭一下子静得可怕，只能听见他自己的呼吸声，还有草丛里偶尔传来的虫鸣。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在单位里，您有没有见过那种仗着自己跟领导关系好，就随便翻看别人的电脑，随便闯进财务室或者机密会议室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有免死金牌，觉得我就是好奇看一眼，能出什么大事。可他们忘了，职场里有些门是不能推的，有些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一旦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你这辈子的职业生涯也就到头了。咱们得深挖一下纯儿此时此刻的心理。他为什么非要追那个风筝？是因为那个风筝值钱吗？不是，是因为他在那一刻处在一个极度的自负状态。他觉得自己是这宫里的宠，他有一种错觉，觉得整个紫禁城都没有他不能去的地方。这叫认知过载导致的边界感丧失。他把皇上对他的宠爱当成了可以在这套复杂系统里自由出入的通行证。他不知道皇上的爱是虚的，
可这宫里的规矩和那些阴暗处的杀机是实的。他在假山里转悠，心里想的是追回他的玩物，可他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走进别人的猎场，而他正是那个最显眼、最没有防备的猎物。您再看那细节，纯儿在假山缝里钻来钻去，那名贵的蜀锦旗装被尖锐的石头角给划破了，他也没顾得上瞧一眼。那被划开的衣角，就像是他那层天真的面具被现实给撕开了个口子。这就叫盲目。在职场博弈里，最可怕的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失去了对环境的敬畏心。如果你不再敬畏公司的规矩，不再敬畏那些深藏不露的老臣，那你离倒台就不远了。纯儿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他把自己从那个受到保护的社交圈碎玉轩里孤立了出来，一个人闯进了无人区。这在战略上叫孤军深入，是大忌。就在这阴冷潮湿的假山深处，纯儿终于瞧见了他的风筝。那风筝正挂在离水池子不远的一棵老槐树上。可还没等他伸手去够，他忽然听见了一阵低低的说话声。那声音像是毒蛇在草丛里爬过，带着一股子阴冷的粘稠的劲儿。纯儿本能的缩了一下脖子，他在那一刻心跳肯定漏了半拍。但这孩子啊，他是真没长那个避祸的脑子，他不但没赶紧撒丫子往回跑，反而还屏住呼吸，把耳朵凑到了那石头缝边上。这叫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在职场里，如果你偶然路过一个茶水间，听见里面有2个高管在秘密谈论裁员或者回扣，你最聪明的做法是立刻假装没听见，低头快步走开。可纯儿呢？他选择了听壁角。这事儿咱们得总结升华一下。人这辈子最难得的不是聪明，而是知止。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脚步，知道哪里是自己的认知边界。纯儿的死，表面上看是华妃狠毒，实际上是他自己那点子盲目的好奇心和缺乏边界感的傲慢，把他给送上了断头台。他以为他还是那个在碎玉轩里吃点心的孩子，他忘了，当他决定用那束红梅去争宠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一个成年人的棋子。既然是棋子，就得守棋子的本分。越界的棋子是会被直接扫出局的。那假山缝里透出来的声音，到底在说些什么？那是关于金钱、关于权力的最肮脏的买卖。纯儿趴在那儿，那双原本只盯着点心的眼睛，在那一刻，终于看到了这紫禁城最真实也最血淋肉烂的一面。他的世界观在那一瞬间坍塌了，随之而来的是那种大祸临头的恐惧。这恐惧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可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退无可退了。咱们讲到这儿，这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那假山后的谈话声戛然而止，空气在那一秒钟仿佛凝固了。纯儿僵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那断了线的风筝还在树杈子上晃悠，像是在嘲笑他的愚蠢。您各位想想，这时候要是换做您，您会怎么办？是跪地求饶，还是大喊救命？可在这阴森森的御花园深处，谁能救得了他？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其实就是他生命的隐喻。一旦脱离了那根护佑他的丝线，甄嬛的羽翼和皇上的关注，他就只能在这权力的狂风中无助的坠落。咱们就是要把那种越界的惊悚感给您盘明白。纯儿这辈子成也天真，败也天真。他把这后宫当成了他一个人的游乐场，却忘了这游乐场的每一块砖底下都埋着不为人知的白骨。这一场断线风筝的戏码，正是他从宠坠落为牺牲品的转折点。您各位且在那儿细细品味一下，这种因为不懂职场边界而招致的杀身之祸，是不是比那些明摆着的算计还要让人心寒？话说这御花园里的风，在那一刻仿佛都冻住了，连草丛里的虫鸣都像是被谁掐住了脖子，戛然而止。
这假山重重叠叠，活像个石头铸成的迷魂阵。纯儿就猫在那最阴暗、最潮湿的一道石缝后头，平着气，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他那双原本只盯着糯米糕、玫瑰酥的眼睛，这会儿瞪得溜圆，瞳孔里映出来的不是这满园的春色，而是这紫禁城最见不得光的流着脓血的黑障。正经名目叫做假山背后听壁角，撞破黑幕惹杀机。咱得把这镜头推到纯儿那张惨白的小脸上，看看这职场里最凶险的一幕。当你撞破了顶头上司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惊天丑闻，你那张原本用来讨巧卖乖的嘴，到底该往哪儿搁？在那假山的转角处，华妃娘娘那身火红的旗装显得格外扎眼，像是一团要把人灼伤的毒火。他身边站着的正是那位号称女诸葛的曹贵人。这两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纯儿大着胆子把耳朵尖贴在那冰凉的太湖石上，只听见那几个字眼儿跟冰碴子似的往他耳朵里钻。卖官鬻爵，内务府的进项，14万两银子。您各位细品，这哪是在聊天啊？这分明是在对公司的秘密账本，是华妃绕过皇上这个大 boss， 私下里收受巨额回扣，倒卖公司职位的铁证。这就是咱们现代职场里最忌讳的事儿。你一个底层员工撞见了副总裁正在和财务总监商量怎么挪用公款，怎么吃供应商的回扣。换作是您那心跳不得跟擂鼓似的。纯儿这时候那手心里渗出来的冷汗，把手心那道乐红的伤口杀得钻心的疼，可他不敢动，哪怕是一根手指头都不敢抖。咱得在这儿给您深挖一下这心理层面的博弈。纯儿在那一刻脑子里肯定飞速闪过了甄嬛的脸、皇上的笑，还有碎玉轩那暖烘烘的炕头。他本能的想冲出去，或者是想赶紧逃开，可人的天性里有一种该死的好奇，也有一种致命的僵直。他趴在那儿听着那些动辄成千上万两银子的肮脏交易，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华妃能在这宫里横着走，为什么翊坤宫的用度比皇后还奢华。这叫认知过载。一个小姑娘还没学会怎么在职场的人情世故里游泳呢，就直接被甩进了权力贪腐的深海。在现实职场里，如果你撞破了这种事，最好的办法是假装那天你压根儿就没上班，或者是突然间失聪了。可纯儿这孩子啊，他平时被宠坏了，他缺乏那种对顶级危险的生理预判。他不仅听了，他还因为害怕，脚底下一滑，刚好踩在了那根枯死的干树枝上。啪的一声脆响，在那寂静的诡异的假山缝里，简直就像是炸开了一个惊雷。您各位瞧瞧，那华妃的眼神瞬间就从刚才的贪婪变成了恶毒，那眼角斜着往这一扫，像是毒蛇吐信子，准确无误地锁定了纯儿躲藏的方位。曹贵人更是一把攥紧了手里的帕子，低声问了句：“谁在那儿？”这时候的纯儿，那活儿怕是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拎着裙摆，连风筝都顾不上了，撒丫子就往水池子方向跑。这在职场逃生学里是大忌，你既然暴露了，你不能盲目的往没人的地方跑，你得往人多、往大 boss 赛的地方冲啊！可纯儿慌了，他这一跑，刚好把自己送进了一个死胡同。咱们得映射到现实生活里盘一盘。在单位里，如果你撞见了老板的私事或者公司的黑幕，对方那一眼扫过来，其实是在衡量你的风口价值。如果你是个有背景、有手段的老员工，对方可能还会想办法拉拢你。可如果你只是个像纯儿这样，除了圣宠一无所有，还整天嚷嚷着自己天真无邪的职场萌新，那对方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清理掉。为什么？因为你太不可控了，你的天真在这一刻就是最危险的武器。华妃会想，这丫头转头就会去告诉甄嬛，甄嬛那张嘴就会捅到皇上那里，
到时候我这苦心经营的买官生意不就全砸了吗？所以在那一刻，纯儿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开玩笑的小妹妹，她是华妃权势版图上一个必须除掉的疤。您再看那追击的画面，华妃并没有自己动手，她只是给身后的周宁海递了一个眼神。周宁海那个老太监一瘸一拐的从阴影里走出来，那双粗糙的大手在胸前搓了搓，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死人味儿。纯儿在前面跑，那红色的风筝挂在树梢上，像是一张嘲笑他的巨口。这就是咱们说的心理深度拆解。纯儿在跑的时候，心里其实还在抱有一丝幻想，他觉得只要跑到甄嬛面前，只要躲进碎玉轩，他就安全了。他还没意识到，这宫里的规矩在利益面前就是个屁。当你触碰到一个派系的生存底线时，哪怕你是皇上的亲闺女，他们也敢下死手。这叫职场丛林法则，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规则都是虚的，只有抹掉那个知情者才是实的。古人讲非礼勿听，那不是教你死板，那是教你保命。纯儿这一听，把他那17年的福报全给听没了。在职场里，知道的越多，往往死得越快。尤其是那种你根本没能力解决，也没位阶去处理的秘密，那不是你的升职筹码，那是你的催命符。纯儿不懂得避嫌，更不懂得在危机降临的一瞬间利用环境脱身，他那所谓的天真，在这一刻成了他沉重的枷锁。他穿着那身华丽却累赘的旗装，在那泥泞的荷花池边踉踉跄跄，那就是一个职场牺牲品最后的挣扎。华妃在那假山边上冷笑一声，转过身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继续跟曹贵人商量怎么分那1万两银子。这种冷漠才是这深宫里最扎人的地方。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因为听错了一句话，看错了一个场景，在这些大鳄眼里就已经变成了那池塘里的烂泥。这就告诉咱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一定要有危机感。别觉得谁宠着你，谁护着你，你就能百无忌惮。当真正的利益冲突爆发时，你那点宠爱连张草纸都不如。书说到这儿，这气氛已经紧绷到了断弦的边缘。纯儿跑到了那荷花池边，后头是步步逼近的周宁海，前头是深不见底的绿水。那水面上浮着几片枯萎的残叶，像是命运布下的陷阱。纯儿回过头，看着周宁海那张阴恻恻的脸，他想喊，可是嗓子眼里像塞了团棉花，半个字都吐不出来。那一刻，他是不是在后悔？后悔不该去捡那个风筝，后悔不该搬进碎玉轩，还是后悔在那大雪天不该去争那一抹不属于他的红梅？话说这御花园里的荷花池，平日里瞧着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可在那一刻，那幽绿的水面就像是一张没长牙却能活吞人的大嘴，阴森森的冒着寒气。这天底下最狠的刀子，从来不是架在脖子上的冷钢，而是这种悄无声息，连个水花都恨不得给抹平了的意外。荷花池底葬芳魂，装睡之人永长眠。咱得稳住神，瞧瞧这位曾经满嘴点心渣子、满眼富贵荣华的纯小主，是怎么在这一池子死水里，把他那17年的天真梦给彻底做到了头。在那池子边上，纯儿那双绣着并蒂莲的花盆底鞋，在湿滑的苔藓上拼命地抠着，想找个支点，可那周宁海已经像个索命的判官一样逼到了跟前。您瞧这周宁海，常年在那翊坤宫里干的就是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勾当，他那条瘸腿在那一刻走得比谁都稳，那张老脸在夕阳的残影下，活像个风干了的橘子皮，透着一股子冷漠的死气。纯儿张大了嘴，想喊那一声救命，想喊那一声姐姐，可周宁海那双指节粗大、常年浸透了宫廷阴私的老手，已经猛地往前一灌，死死地扣住了纯儿那纤细的脖颈。
在那一瞬间，纯儿那原本还想着回去吃玫瑰酥的小脑袋，被一股子排山倒海的蛮力生生的给按进了那冰冷刺骨的荷花池里。您各位得盯着那水面瞧，那不是普通的溺水，那是顶级职场里最残酷的一次物理清算。纯儿在水底下挣扎，那求生的本能让他拼命地挥动着双臂，那名贵的划破了衣角的蜀锦袖口在水里像是一对绝望的鱼鳍。他那双原本亮晶晶的眼睛在浑浊的水底最后一次睁大，他看见的是什么？是那些摇曳的荷花根茎，是那些在淤泥里钻来钻去的腐虫，还是那些曾经被他轻视过的、被他羞辱过的冤魂？这在职场心理里叫幻灭。当你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你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垫脚石，可当你跌落谷底，你发现那些原本护着你的光环，那些所谓的恩宠，连一片能让你浮起来的羽毛都提供不了。周宁海就那么半跪在池子边，死死地摁着纯儿的后脑勺，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一种完成 KPI 任务后的麻木。这就是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最残忍的一面，在那些真正掌握资源和生杀大权的高管眼里，你这种不懂规矩、撞破秘密的萌新，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必须闭嘴的数据包。不管你平时多会撒娇，不管你背后站着谁，只要你触碰了核心利益的红线，清理你的时候，甚至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纯儿在那儿咕噜噜地吐着最后的气泡，每一个气泡炸裂，带走的都是一分生的希望。那原本是为了减风筝而红润的小脸，在那一刻迅速变得铁青，最后变得像那池底的石头一样苍白。咱们得在这儿总结升华一下，纯儿这一辈子其实死于2个字：装睡。他进宫的时候装睡，把自己扮成个吃货躲避锋芒，这叫小聪明。他在得宠的时候装睡，假装看不见周围人的嫉恨和痛苦，甚至以此为乐去刺痛别人，这叫大糊涂。他以为只要自己一直闭着眼演那个天真烂漫的角色，这宫里的风雨就临不到他身上。可他忘了，演戏的人总有卸妆的时候，而这后宫的观众席里坐着的全是想要你命的判官。当他撞破华妃的秘密那一刻，他被迫睁开了眼，可那一睁眼看见的就是黄泉路。这告诉咱们一个处世智慧：你可以示弱，但你不能真的弱智；你可以装糊涂，但你心里得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一旦你失去了对环境的基本预判，那你那所谓的单纯，就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您再看那水面，当最后一个气泡彻底消失，周宁海才缓缓地松开了手。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沾着的泥点子，像是个没事人一样，在那里了理衣领。这时候的御花园又恢复了那种死一般的寂静。那只断了线的蝴蝶风筝依旧高高地挂在树杈上，在晚风里凄凉的晃荡，像是一面残破的旗帜，祭奠着这位17岁常在的野心与愚蠢。这在职场博弈里叫重归寂静。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被抹掉了，这套体系会迅速自我修复，仿佛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甄嬛在碎玉轩里等的那个纯儿，已经变成了一具沉在淤泥里的冷尸，而那满桌子的点心，终究是等不到它的主人了。咱们讲到这儿，这故事里的惨意已经透到了骨缝里。纯儿的死是这整部《甄嬛传》里最纯粹的一场牺牲。她死在了最灿烂的年纪，死在了她认为自己最接近权力巅峰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对比，其实就是给咱们这些看客提个醒，千万别在别人的捧杀中迷失了自我。你以为你是在借力打力，其实你可能只是别人抛出去试探水深的一块石头。纯儿的死让甄嬛彻底丢掉了最后一丝温情博弈的幻想，让她明白了这个公司里没有所谓的家，只有你死我活的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纯儿用命
给甄嬛交了最后一笔沉重的职场学费。当纯儿的尸身最后被捞上来，那张浮肿的再也没有生气的脸出现在皇上面前时，皇上那一刻的悲伤里到底藏了几分真心？恐怕还是那句纯儿最纯的自我感动罢了。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你拼了命想要讨好的老板，在你死后顶多也就是叹一口气，感怀一下失去了一个好玩的解闷工具，然后转身就会翻开下一块牌子，寻找下一个能逗他乐的点心妹妹。这叫职场替代性，别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在这复杂的社会里，缺了谁，那红墙里的点心还是那个味儿。从那一盒子糟鹅掌开始，到这一池子冰凉的水结束，纯儿走完了他那短暂而又张扬的职业生涯。他像是一颗流星，划过这阴森的夜空，亮得扎眼，却掉得凄惨。这不仅仅是一个女孩的悲剧，这是所有不懂规矩、不守边界、不留口德的人的共同预言。在那红墙的影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纯儿正在准备粉墨登场，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周宁海正在暗处冷冷的观察。